嚯！嘿，大家好，我是有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啊！这次我们来开箱的是便宜又好用的一体式 VR 头盔Oculus Request 2。在大品牌生态比较好的 VR 头显之中Oculus Request 2算是价格最便宜的那一档了只要3000块钱不到就可以入手而且是带有2个手柄的完整的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它不光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连接电脑玩 Steam 上面的 VR 游戏而且它自己本体还带有高通骁龙 XR2 的处理器也就是说不需要电脑只需要它自己也是可以玩到体验还过得去的 VR 游戏的。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空间定位是通过摄像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去配置那个超级麻烦的定位器总之它是一套成本和上手难度都比较低的 VR 游戏解决方案当然它的缺点也有不少比如续航较差分辨率和刷新率不够高，达不到高质量的 VR 游戏标准等等。以及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因为 Oculus 的母公司 OOK 的一项决策导致这台设备在大陆地区激活和使用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我买就兴冲冲的跑去跟风下单先问清楚淘宝客服，确定自己能不能用再下手。我这里买它是因为上一次去和黑车机进行联合直播活动的时候被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种草了一波同时我也想补回之前因为 VR 头显太贵而没有玩到的半条命 Alex 体验一下传说中的划时代的 VR 游戏。大致介绍完了来开箱。这是送的收纳包吧，应该是。然后这个本体。是没拆封的呀！来看一下包装 ，Oculus Request 2这一代是白色的主题色头显以及2个手柄，这边看起来是没有拆封的。然后这里一些支持的 VR 游戏，然后这里大大的 Oculus 字样以及这个包装内含物，是64GB 版本的。我买了最小的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想着拿来连电脑玩的而已。其他没啥了来开箱。一个大大的 logo， 这个说明书也好简单拔掉那个电池那个阻挡，然后按开机键2秒装上去就没有了。先看配件一个充电器，一条线，不环保。然后本体。这一个是教你怎么样调节里面那个镜片，这一个是戴眼镜的话使用的这个转接一样支架一样的东西，然后2个手柄，按键手感一般般，不算很好。没有了，包装还是很简单的。顺便把这个赠品收纳包也打开来看一下还送了一条好长的线，这个能直接支持那个头显，这有线连接模式吗？难道？这个是耳机送了耳机，然后这个放进来，这收纳还挺方便的，就这样。配件放一边，来看看这个本体。首先把这个眼镜的说明书给它拿下来，这个就是软的头戴，然后它也有调整这个脑袋大小这个适配的这个机制，然后这里还有张纸。估计很快就会变成黄色了。然后正面啥都没有，侧边有4个摄像头，就支持定位用的。然后这边加减应该是音量，这个应该就是电源开关键了。USB Type-C 接口以及这个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孔。把这个眼镜的膜撕掉，然后试戴一下。小了，怎么调这玩意？还是有一点重量的，不算很轻。好，来开机试一下，长按电源键，开到了。要拿掉这个电池保护的东西，为啥我扯不掉？终于可以了。绳子要带一下，真的是有那么一点重，我感觉脑袋明显被带着跑。设置简体中文，这个画面可能大家都看不到。现在在调整那个清晰度，感觉调整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手柄的定位准确度我感觉还行，要做厚一点，有个比较宽阔的位置进行这个设置调整。和去年在 Computex 上面试玩到的情况一样这个手柄的定位非常准不光是位置指向什么都是能准确定得到的然后这个头盔它居然是带声音的，我能听到音乐音量感觉还不小。终于激活完了这个过程细节就不讲了。总之我最后发现要通过这个手机 App 连接之后才能激活。然后现在进入到这个安全范围设置的这个问题大家在录屏里面可能看不到，我现在透过它的摄像头是可以看到周围整个环境的然后因为它是这个红外摄像头，所以我只能看到一个黑白的画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就看得到东西，这个拿起来放上去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现在要进行这个安全范围设置，先是这个高度，把这个手柄放到底下，然后它就会判断这个地面的位置。OK 确认，然后设置一个安全的范围，就是设置你走到哪里，它会提醒你出问题这样子。OK 可以了，终于进到这个主界面了。画面清晰度的话，感觉使用它头戴自动的系统里面的话，这个狗牙还是挺明显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晰。然后因为它分辨率比较低，所以勉勉强强还是能看得到像素点的。然后测试一下它这个自带的这个软件，捏住可以移动。我周围可以看到一个安全范围，如果我走出去的话，会有提示的。这效果确实挺好的。虽然画面的分辨率是差了一点，糊了一点，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挺震撼的。新手教程，握拳，然后伸出食指。现在您可以用食指去按前面的按钮了。若要捡起，尝试伸出手并抓取一个方块，松开握柄按钮，扔下积木。您的虚拟双手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继续去摆弄这些物品吧。有点东西。真的可以。这可以，放飞火箭。还有，拳击。请把一个盒子插入控制台。做成那个以前的游戏卡带的样子。左手的拇指判定好像不是很准，它是通过这个电容屏来识别的吗？那我可能有点手汗，可能就有影响了。这个射击游戏的临场感就比拿鼠标玩要高很多了。还不能松手，是真的会掉的。另外一个新手游戏。这个我上次好像没有玩到，这代入感是有点强的。往下蹲，如果换个2次元美少女的这个脸的话，我就可以永远在这个游戏里面了。这个新手教程还挺有意思的。经过试玩，我发现这个识别真的是相当的准确。虽然没有那个定位器，但是基本上手柄也好，视角也好，也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偏移甚至仔细看这个手柄的话，它能识别出我的手指放在了哪一个按键、哪一个位置上面这个识别还是挺准的。我的食指竖起来摸着扳机键按下去都有识别出来的。然后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游戏真的是特别的贵动不动就是10美刀、20美刀、30美刀起。一个 Beat Saber 节奏光剑这个游戏就要30美刀来试一下这个 demo 吧。抽了一个这个锻炼身体不错又抽了一个。太久没有玩这类节奏的游戏了。还是有点累的。
接下来我们尝试一下将 Oculus Quest 2连接到电脑去玩电脑上面的 VR 游戏。淘宝卖家给我送了一条大概3米长的这个 USB Type-C 的线我试了一下是可以连上 Oculus 那个软件的。我测试了一下速度，可以达到 2.8G， 也就是说可以满足它连接的需求。好，现在我们已经装好了这个 Steam VR， 并且已经连接上整一套已经调试好了。然后这个画面的感觉嘛。清晰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细节还是有一点糊，或者说挺糊的，但是这个纹理贴图什么的又显得特别真实，还有光影什么的，这个感觉特别的奇妙。好，进游戏看一下吧。然后这一次的重头戏半条命反正不是3，这个 Alex 已经下载好了，来试玩一下。开始。连这个脑袋上面有阀门的这个光头也重置了。也是 VR 的，这个场景，我用的是3090，为什么会提示显存不足呢？没理由吧？画面细节好像没强多少。来，开始新游戏，真的戳是可以的。然后移动方式之前看了一下别人视频，好像是用时序的，大家看起来会舒服一点。然后。开始新游戏，接受来了 ，Half-Life Alex，有个 UP 主在那里，还是像刚才说的那样，画面细节有一点糊但是这个光影效果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因为是 VR 的，整一个你随便看哪里都有东西看就好像真的是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推动摇杆移动。据说会有点晕，我感觉还可以忍。往前走一步，然后这边可以转弯，右摇杆，场景是挺宏大的，然后我记得这个东西可以把这个天线，这可以拔起来，然后试一下能不能，BGM，我的 BGM，我 BGM 调出来了，有点东西，这个这个互动效果，然后看一下这些东西，这个纹理的质感，这个光影效果，在 VR 眼镜里面看真的很像真实一样，不知道大家在看电脑画面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物理引擎可以，有点东西，我试一下来个高空之物。还会反弹，那走屏呢？会碎吗？真的会碎，这个感觉跟平常用电脑玩 FPS 真的不一样。这样也能敲爆的。那凳子呢？凳子也可以拿起来，拿不动。砖头，砖头也可以啊。这场景里面的东西这么多可以互动的吗？是这人下去会砸死个人的吗？还是算了？那一块石头呢？这块石头也可以。这块板，这块板也可以。假的。Hello， UP 主你好。跑了。这个草也是，好像也能，也能动，也能动到，有一点晕。听说蹲下会好一点，更晕了，不好意思。我记得好像是，次世代游戏，有点厉害。字幕会跟着我的头动。这边应该是有道门。这个摇杆还会震动。这个代入感确实是很强，就是走路会有点晕。在游戏里面，这个灯效因为它会跟着你的头的移动而改变，所以那个代入感、这真实感真的是特别的强，感觉好像拿泡沫一样。因为手柄还原不出那个重量出来。这个是啥呀？这个临场感特别的强。如果这个分辨率能再高一点，细节再清晰一点，那就无敌了。又来到一间房间，这个好像是可以喂食的，是吧？我记得，这都是可以的。还可以倒在桌子上，这个画面表现力是真的强，虽然细节很糊。
底下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吗？哦，真的可以！哇，柜桶里面的东西也是有互动的。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动的。来看一下这个录影机，啊，有点厉害。现在这个画面以及视觉体验啊，或者可以描述为啊，就好像你戴了什么特别厚重，然后会降低清晰度的眼镜一样。哦，又有一位 UP 主在这里。嘿，哦，穿模了，试一下能不能砸坏这个玻璃。嚯，哎呦，把 UP 主吓走了。哇，哈哈，这个也是可以互动的。平常我们在电脑里面玩的时候，可能不觉得，你实际把这个东西拿上手，然后它会跟着你这个角度改变上面的光泽，啊，这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的真实了。好像这个游戏剧情已经无所谓了，完全沉浸在这个场景的互动中，看到什么都想摸一下，啥都想砸一下。哎呀啊，飞不了。哎，有辆自行车，我真的可以拿它吗？那啊，踩不了，不好意思。那转一下脚踏呢？我真的是可以动的，于是牛逼。所以半条命什么时候出山呢？抓住梯子以进行攀爬。哦，这个有点东西。绿色开关，电梯。哇哦哦，举手举手举手。哇哇！真的是扫描到脸上的感觉，我可以放下吗？我的手。哇，这个临场感，哇，哇，哇，这是要拿起它然后戴头上吗？我听到声音在这里。哇，突然有一下这样高低差是真的晕。我真的，这场景这么多可以互动的东西，哇！ Russell, they've got Dad. I know. This is bad. Okay, that's you. I thought you said us. 微波炉吗？哦，哇，这啥呀？哦，哇，还可以操控重力。哦，终于有枪了。哦，掉了，不好意思。哦。哇，这个上膛这个感觉，开枪试试，把这个打爆是吧？哦。啊，我踩到线。举至肩上放开。哦，这里有子弹的这个剩余量。那我刚刚子弹就这样装上，行吧。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的是通过无线来连接电脑的这个方式啊，通过安装开发者版本的 Virtual Desktop 软件之后啊，我们现在已经实现这个无线连接到 Steam VR 了。这个画面的分辨率跟有线版本看起来是差不多的，而且似乎是因为少了这个抗锯齿的功能啊，所以画面看上去好像反而还清晰了一点。画面延迟看起来也不是很高。通过系统里面的任务管理器可以确认到，实际的网络带宽占用只到70 Mbps 左右，可以说随便一个无线路由器都能实现了。顺带提，用这个 Virtual Desktop 软件连接了电脑之后，在 VR 头显里面是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屏幕，用来看电影，这个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游戏状态下，这个无线传输的带宽占用也是70兆左右确实是普通的支持5G 网络的这个无线路由器都是可以支持到的但是它那个 Virtual Desktop 软件依然是要求电脑那边使用有线连接才会比较流畅。
在游戏中这么复杂的画面也是可以通过无线非常流畅的这样传输过来啊。然后同样是因为没有了抗锯齿的原因，画面真的是意外的显得反而清晰了一点啊。特别是这个菜单看起来舒服了不少啊。不知道为什么有线模式下这个抗锯齿是关不掉的。工作室里面买过 HTC Vive 第1代的小伙伴说啊，这个画面要更清晰一些。操作上至少我没有感觉出很明显的延迟，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无线模式下没有那根线的束缚啊，整个操作体验还是相当的舒服的啊。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个电量消耗有一点快，可能还得随身再背一个那个充电宝才行。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半衰期 Alex 它是一个类似于美国末日或者是生化危机那一种我屌你妈的，我的柜子动了我不玩了类型的恶心恐怖的射击游戏。玩过摄影的同学应该知道，人的手举在空中的时候是难免会有一些微微的颤抖的同时这个画面空间也比电脑的屏幕要大得多所以在这个游戏中开枪瞄准比在电脑前面用鼠标要难不少。而且因为现在是 VR 的视角画面中的元素全部是1:1在眼前的，不像电脑里面看起来那么小所以这个游戏中的这个恶心感、恐怖感是成倍的增加整个对感官的刺激是强很多的就好像现在这个手电筒，大家在电脑的这个录屏里面看可能觉得非常的假但是实际上在 VR 头显里面看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真实还是挺吓人的。总的来说，使用这种优化良好的 VR 头显设备去玩一些精心制作的 VR 游戏的体验绝对是值得一试的当那种等身大1:1的怪物扑到你脸上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虎躯一震的。用 Oculus Quest 2玩 VR 游戏的场地需求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它有一个原地的游戏模式，只要你有一个伸手不会碰到东西的这么一个空间就可以玩了。我试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玩很多的 VR 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它不需要安装和配置定位器就可以直接玩甚至可以使用它上面的 CPU 去玩一些 VR 游戏Oculus Quest 2确实是使得 VR 的上手门槛低了不少。当然，目前 VR 领域还是处在一个内容比较缺乏的阶段像 Oculus Quest 2本机可以安装的一些游戏虽然制作还算精致，但是容量比较的小要我花20-30美刀去购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而在 PC 这边对 VR 操作支持比较好的3A 大作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就不像翼王的藏宝阁里面有这么多值得买的东西。就我个人的试玩体验而言，我觉得专门为了半衰期 Alex 这一款游戏去入手它也是值得回票价的毕竟玩过之后你丢闲鱼卖2手回血其实也不会亏太多。另外就是玩 VR 游戏的时候全身上下都要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可以帮助减肥吧。好，那么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那么下期再见，我是翼王，拜拜。